徐大娘子啊，他这院里埋了很多好酒，你要不要尝尝？他这辈子离经叛道，从不将世俗的礼法放在眼里，过得也是恣意快活。我自愧不如，可他的那份恣意快活，却是被伤了千百遍后换来的超脱与放下。或许他本也想安安稳稳地过此生吧。他说他这辈子朋友不算多，我算一个。可到最后，我也没能护他周全。走吧，去敬三娘最后一杯。走吧，我还要兑现对他的诺言。三娘，多亏你及时传回的消息，我们才能打赢这场必败的仗。这一切都是你拿性命换的，我们赢了，但赢得痛心疾首。这一世欠你的，怕是来世都还不清了。三娘，你的死有我一份责任，这一笔也算我李春风欠你的，我都记在我的账本上了。小林的仇要报，你的血仇，我也一定亲手替你讨回来。三娘，一会儿我们回城别杀了那五连，用他的血来祭你。蒙大，以后此事休要再提。为何？穿上这双新鞋，感觉这腿也不怎么瘸了。断腿之仇作罢。三娘死之前，我答应过她，要将五连绳之以法。徐大娘子说的对，五连不该死于乱刀下，他因为自己的醉酒而死，这样我们才算匡扶了正义。诸位，此事是我将你们卷进来的，你们流的每一滴泪，每一滴血，罪咎都在我，是我对不住你们，更对不住三娘。今后的路只会更凶险。徐大娘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如今吴连京城梦碎，我们更应该乘胜追击才是。都这个时候了，难道你还想让我们拆伙不成？徐大娘子，当初是你拉我们上了贼船，你可要负责到底。我已将腰牌抵押给皇城司，若此时两手空空的回京，怕是连官身都丢了。不，我是要告诉各位，我们已经付出太多惨痛的代价。倘若有人要拆伙退出，今日便提出来；但若过了今日，再有人意气用事，相互猜疑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三娘，安心的去吧。愿你来世做一株野草也好，
你可垂留也罢，千万莫再做这世间的凡人。三娘，那我祝你来世做一只山鹿，朝饮溪水，暮宿山谷，享尽一生清幽。不如做一只麻雀，长出一对翅膀，以后想去哪儿，去哪儿便是了。人们常说自在如风，若真的可以选择做一缕清风，岂不是更好？倒不如做一件漂亮的衣裳，皱了有人熨烫，破了有人缝补，每日都熏得香喷喷的。三娘，来世当个普通人吧，粗茶淡饭，安安稳稳。若有缘再见，咱们当兄弟。安息吧，不必费心庇佑我。这场仗，我们必将一胜到底。我们下一步计划是什么？烟雨绣楼虽然已毁，不如趁着这个势头，再为无莲添上一把火。这么大火，8000两银子烧没了。这好好的一场刺绣大会，竟办成了这般模样。我那10几件刺绣，在这京城最繁华的地界，那可是能换几座宅子的。可现在好了，全部付之一炬。谁不是？昨日刚谈好的订单，还没来得及签字画押，这火势一起来，所有的商贩都四散奔逃，连半个人影都找不见。哎，你们说说，咱们来这刺绣大会是干什么来了？我可把全部家当都砸在里面了。书香门第好出身，不喜文墨好女工。谦谦君子人如玉，出尘脱俗赛如生。怀州府内立高楼，夫人娘子千金裘，名动京城烟雨秀，举世无双。吴先生，可今天这吴莲吴先生可是犯了难啊！此话怎讲啊？说吴莲呢？吴莲弄权开盛会，灯火如织，亮如昼。可是东风不好借，这一场大火呀，一夜之间千金万银都烧个干净，这谦谦君子也是愁白了头。这恐怕就是你不知所以然了。小弟年少不经事，不知吴莲家底厚。国公夫人座上宾，闽州提举是智勇。朝中赏赐千万，海运走私赚个够。金银财宝无数尽，何时都用金茅坑呢？这道上的大商大贾见到了都得双手作揖，尊一声吴先生。这吴莲。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先生责罚。吴安，你知道这场大火意味着什么吗？它意味着我花费了近20年打造的名望、声誉，一针一线绣起来的高楼，顷刻间坍塌了，一切烟消云散。国公府没了，文秀院没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你我的命都快没了呀！我吴莲这辈子，自从14岁离开家门，便只有我拿捏别人，还从未被别人拿捏过。可如今，竟被这群臭虫
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属下知错，请先生责罚。你没做错什么，是我低估了他们，低估了他们对我的恨。他们竟能放出这样一场大火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友活活烧死，却自己逃走。先生，反正他们的底细咱们都已经摸清了，不如直接杀了，免去后患。蠢货！我又何尝不想呢？可你别忘了，现在怀州府还有一个娄提刑在呢。前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他已经派人盯上咱们了。估计正愁找不到我们的错处，若此刻贸然出手，更是死路一条。别拦着我，让开前来。裴仙，说法。卢先生，你今天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？诸位，想要什么说法？吴先生，咱们是同行，你也知道这一件绣品的价值。昨夜这一场大火，把我们带来展销的绣品全都烧干净了。请问，您是不是要给个说法呀？这场大火是贼人所放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我的绣楼已被烧毁。若论损失，大娘子，我可不认得。那不如你做个领头人，去我书房细谈此事。午安。黄掌柜，请吧。吴先生，您若想与人细聊，我们兄弟二人可带黄掌柜随你前去。有什么可细谈的？该赔钱赔钱就算了。对呀，赔钱就是他。吴莲，你休再狡辩了。要不然，我们一起到京城去告御状。对，告御状，快去告御状！不赔钱就告御状，赔不起。诸位，暂且先回客栈歇息。7日之内，我吴莲必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午安，送客。诸位请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吴莲，如此情形，你作何打算啊？依严院使高见呢？高见。这藩邦的使者受到了惊吓，各路刺绣、名家、商贾的珍贵绣品全被烧毁。你吴先生将刺绣大会办得如此模样，此时要再想接管文绣院，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吧？更别提如果此事被外边那些人传到了京城，再将那漏帛走私之事闹大，
你我可都脱不了干系啊。我即刻将启程回京，只求圣上的责罚能够轻一些，也希望你吴先生能够信守承诺，速速将那赵寅在狱中除掉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说到底，这文秀院院士一职不过是个芝麻小官，无权无势。除了我们这些执针刺绣的，没几个人能看得上。你既然如此不屑，这又是何必啊？严院士，你大可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，前往少府间请辞。至于我如何平息这场风波，又如何补上这职务空缺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你还不死心？难道你要去找那国公夫人为你买官鬻爵不成？你无需多问。这文秀院，我吴连拿定。我已按你说的，派人手将烟雨绣楼紧紧地盯着，还故意惊动了吴连。想必他如今投鼠忌器，不敢对你们随意动手。多谢娄相公相助，妾身以茶代酒，谢过娄相公。徐大娘子，不必多礼，请坐。本官此举，也是为保怀州安宁，本该如此。妾身今日前来是请罪的。娄相公公务繁忙，本应进京述职，却在此地耽搁数月。自前次吴连公堂脱身，我与众议士寻访人证物证接连受挫，使得案件迟迟未得进展，还险些使得吴连高迁京城，入仕官场。徐大娘子言重了，如今新案难断，何况是一件7年前的旧案。近日我也想找个机会和你聊聊。京城再三发函催促，恐怕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耽搁下去了。敢问娄相公，还能给我们多少时日？最多10日。好，10日之内定会有新的证人再次迹向堂屋。吴连的刺绣大会生乱，也失了拿下京城文秀院的机会。烟雨绣楼遭围堵，也替我们争取了更多时间。只是这娄相公，怕是不能久留了。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10日之后，娄相公启程之日，我会亲自拦下他，状告吴连。没有证据，如何状告？此举的确不易得胜，但是若有各位助力，我们还是有翻盘的机会。我们如何助力？这里有4封信件，每封里面都写了一个人的姓名和地址，他们皆与当年如兰一案息息相关。我们6人分成4组，去寻这4人，力求10日之后，他们能同我一起立于公堂之上。徐大娘子，这4人中有田孝陵吗？有。但我答应你，若他不愿意下山，我绝不逼迫。这是我给他写的一封信，麻烦你跑一趟。若他读了信之后愿意下山作证，我们的胜利便多1分；若他不愿意旧事重提，此事到此为止。徐大娘子，此信还是作罢吧。就是一封信而已，你到现在还不愿意帮忙？
我并非这个意思。三娘曾经说过，世人不容易相信金玉的证词，但出家人的证词却更容易获取世人的信任。三娘曾经还说过，成大事总有人要牺牲。其实这些都对，我也应该面对自己曾经的遭遇。李先生可是想自己亲自写此信？对，虽然我不能替小林做决定，但是齐小即将至，我愿意亲自去劝他一次。是否下山，全凭他自己决断吧。若他当真愿意下山作证，我必不会让他孤身一人。这2日我还需做些准备，若无要紧事，不用来寻我。黄掌柜，沈相公，劳烦2位去一趟灵州城。冯镖头，劳烦你去一趟湖岸县。得嘞。这最后一封，我和刘捕头一起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动身。且慢，出发之前我还要回一趟家，为细作女子，应当有妥善的处理吧。你所言当真？如兰已死，我定不会拿她的事情做玩笑。只是妾身欺瞒主君7年，顶着虚实之名行此险事，于情于理皆是不该。7年前，你答应嫁与我做妾，也是早就全都安排好的。7年前，听绣楼里的嬷嬷们说，徐之阳员外的大娘子病重，有意纳妾，却一直未能寻到不治大娘子病症，又能善待病重之人的女子。我与你在烟雨绣楼见过之后，不出多少时日，你便往我家下了聘礼。母亲自然是不愿意女儿嫁去做妾，可父亲一心只顾着合计聘礼的数额，无暇顾及我的未来。出嫁那天，母亲从院子里追了出来，往我手里塞了一个小小的木盒子。这或许是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次保护我的方式了。嫁入徐家7年后，终于成为了大娘子，也终于有了进入国公府请示国公夫人的资格。曼叔早就全都知道了，他用自己所剩无几的性命帮了你一把，是吗？若我已经给你铺好了，就别再让我耽误你。大娘子大恩，孟婉无以为报。你们若是早一些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都是妾身的错，请主君责罚。罢了，你起来吧。当年将你纳入后宅，确实并非因情因爱，只想着为曼叔找一个心地善良又不惧他病体的女子来照看着他，与他解个闷儿。
所以啊，这些年来，我只是将你当作家人，一直冷落着你。咱们俩是各有所图，也算是扯平了。只是，你今日还要出门？孟婉与几位义士有约在先，近几日暂居在别院，待这件事情。你蛰伏7年之久，只为这一诏功成，想来我这3两句也是劝不回的。只是。你要干什么？吴莲到底许给你什么好处？此般替他卖命？你以为是吴莲来找的我吗？你错了，是我在别院听到你们的密谋，主动去找的吴莲。他1分1毫都未许给我，我也不稀罕。我只要你死。小月啊，你可老实点啊！爷爷是衙门出来的，有的是招对付你。小月，我早已看出来你心悦于主君，可人活一世，只为求问心无愧。一心如此卑劣之事，作践自己的德性，只为求一男子所爱，值吗？值不值得是我的事，与你何干？今天我败在你手上，算我输。要杀要剐，随你。刘捕头，将他拉去城外的庄子里藏起来吧，找人看好，别让他再出来生事端。你要耍什么花招？你就好好待着吧，也别想逃了。待我事成之后，自然会放你一条生路。刘捕头，启程吧。
启程吧。那就等各位的好消息了啊！这，走。蓉儿，一墙之隔，你我夫妻也有2、3年未见了吧？平日里总看见丫鬟往这里送蜡烛灯油，没想到你竟是如此虔诚。看来绣楼这几年的运势，都是靠你吃斋念佛求来的。我只上这最后一方净土得以容身，算我求求你。你走吧。不，今日是我来求你。你们张家算不上什么豪门贵胄，但也算是名门望族。毕竟祖上出过一位宰相，如今在京城也还算有些人脉。我早已不问世事，余生只求安心礼佛。这些事情不要再来找我，请回吧。哼，别傻了，张蓉儿。我若是倒了，你这吴家大娘子还能过上如此清闲的好日子？姻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便是堕入阿鼻地狱，我也不会惧怕，那是我应得的，也是你应得的。自从7年前，令如兰死在这绣楼里，家里的事务你一概抛下，便躲在这偏院里吃斋念佛。我从未说过半句话吧？如今为夫有事用得上你，你就应该恭顺地站出来，哪怕是拼上性命，也应该在所不辞。今日我便带你回趟张家，去面见你张家的老太君，如何？吴莲，自从我嫁给你以后，你手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我全都知晓内情。你若是再来惹我，我便将你彻底毁了。哼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一桩桩一件件，都有你张蓉儿的手笔。你毁了我，便是毁了你；毁了你，便是毁了你们整个张家。我倒是想瞧瞧，你该如何回到张家，面对你的母亲大人。蓉儿，若想在娘家面前不丢面子，就回去好好的梳妆打扮一番，随为夫走一趟。徐大娘子，十字相到了。7年时间杳无音讯，你确定他们还住在这儿？刘捕头，这7年间，我可没闲着。哎，那个是不是他？休假嘞，乡亲们，看看嘞！送礼嘞！爹爹，哎呦，我的小念兰，你怎么来了？
爹爹今日怎么回来这么晚呀？娘亲都做好饭了。爹爹今日货卖的少，就多走了几步。念兰来了，爹爹就不卖货了，回家吃饭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两位客官，是想买点什么吗？我这货很全的。令家哥哥，我是孟婉，还记得吗？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成了员外夫人。刚才一时间我还真没认出来。我让娘子烧了鱼，留下来吃饭吧。不必麻烦了。令大哥，您就不招了。哎，怎么没见老爹老娘啊？是还在药铺里？我爹和我娘几年前就过世了。小妹是二老的心头肉。他走了之后，我爹娘相继得了重病。后来就……兄长，节哀。不说这些了。孟家妹子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，不知道当不当问你。你说。从2年前开始，家里边时常有人寄了钱财，数目还不小，说是如兰的友人相赠。可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，如兰有什么样的友人会做这样的事。我与如兰情同姐妹，她走了，她的家人我自该照料。可惜是前2年才寻得兄长踪迹，那时二老已病故。孟婉心中万分遗憾。果然是你，兄长不必介怀，更不必推辞，否则孟婉心中有愧。你为何有愧啊？当年如兰的遭遇，我也该背负一份责任。也正是因此，孟婉今天专程前来叨扰兄长。你此话是何意？若7日后，怀州府衙重审如兰一案，不知兄长是否愿意出堂作证？还要重审？是，还要重审，直至如兰沉冤昭雪，直至将恶人绳之以法。我若出堂，当如何作证？据本朝律例，衙门诉讼需涉案人亲自到场，若因缘由不能到场者，需委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亲属到场，作为主诉，否则衙门是不予受理的，甚至还要责罚。好，我去。你这么快就答应了？我为何不答应？你就不想问问，为何要重审？有几成把握？当年若是我坚持到底，不让小梅嫁入吴家，兴许她就走不到最后一步。我想孟婉妹妹跟我一样，虽然7年过去了，但是一讲到小妹，就夜不能寐，心如刀割，所以你才会来寻我，要为小妹翻案。日有如此，血亲又当如何？即便只有1成把握，我也会坚持到底。孟婉，如兰得此之友，不枉此生。我替她，替令家，谢过你。岳母大人，秀中这2年事务繁忙，许久未带蓉儿回来看您，失礼了。娘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些上好的白参，煮水饮用，可强身健体。我的身体一向康健，无病无灾的，你们啊就不必为我费心。倒是你们夫妻2人近来如何呀？
岳母大人，您是家里的老神仙了，资历见闻都是强过我们这些小辈的。实不相瞒，小婿今日前来，确实有一事想叨扰岳母大人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我那烟雨绣楼，也算不得挣钱的生意，只不过是这些年博得了好名声，勉强糊口。但是后生可畏，这2年城中绣庄逐渐多了起来，便更难经营。眼看我与蓉儿就要捉襟见肘，不得不想想这应对之法。我一个妇道人家，常年困在这深宅大院之中，哪懂什么经营之道啊？贤婿这是问错人了，老身是有心无力呀。岳母大人，可知京城文绣院？听说过，怎么？我与那文绣院院士是故交，如今他年岁已高，近日他想辞官返乡，想举荐小婿来接替他的职位。若得文绣院院士一职，那小婿与烟雨绣楼便能再攀高峰。那这是喜事儿啊！可惜小婿无能，京中无人啊，仅凭前任院士举荐，恐怕很难拿到这个职位。哇，那真是可惜了。我们张家虽然显赫一世，但是现在早已人走茶凉，不然我们在此事上还能帮贤婿一把。茶虽凉了，亦能解渴。就看岳母大人愿不愿意喝了。啊，贤婿这是何意呀？岳母大人应该明白我的意思，不需要贤婿再重复一遍吧。放肆！吴莲，虽然现在我们张家只剩一门女眷，但也绝不容许你如此放肆。我看出来了，张氏女子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当年我八抬大轿，吹吹打打，从你们张家抬出一个失了贞洁的女儿，替你们张家掩盖了丑事，你该如何谢我？你……当时我就纳闷了，我一个小小的刺绣郎君，事业未尽，名望未成，怎么就入了你们这豪门望族的眼？这一招确实是高啊！岳母大人，你们张氏一族确实出过不少贞洁烈妇，最看重的也是女眷的清誉。但若是连这脸面都不要了，那我便将此事大肆地宣扬出去，然后再将张蓉儿这个不守妇道的妻子休了，你们张家百年清誉，满门女眷的名声，还有岳母大人您多年积累的声望，可还能……你住口！但若是连这脸面都不要了，那我便将此事大肆地宣扬出去，然后再将张蓉儿这个不守妇道的妻子休了，你们张家百年清誉，满门女眷的名声，还有岳母大人您多年积累的声望，可还能……你住口！你要什么？明明白白说出来。很简单，我也不难为你。我也知道，张家现如今在朝中关系不深，不过有一位远房舅舅，供职吏部多年，我已备下充足的钱财，上好的马车，
今日便可送你进京拜访。我不求高官厚禄，只求一个小小的文秀院院士一职。若岳母大人愿意去尝一尝这冷茶的滋味，便是救了小婿的命，也是救了你女儿的命。吴莲，你先写下和离书，还我自由，否则我们张家不会帮你这个忙。哼！张蓉儿，和离这种事，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不过就是几句闲言碎语罢了。但是在你们张家，恐怕你母亲会第一个不答应。我答应。事成之后，你立即与蓉儿和离。那便请岳母大人即刻启程，待事成归来，小婿便奉上和离书。娘，蓉儿，你真的要去吗？蓉儿，娘问你，之前烟雨绣楼那些事儿，都是真的吗？娘，是我错了，我做了吴莲的帮凶，帮他害了很多人。虽然以前我是被逼迫的，但是后来的很多年里，我为了求得家中一席之地，为了让他承认我这个妻子，我着了魔一般。娘，女儿自认的罪孽难赎。蓉儿，都是娘害了你。娘总跟你说，这夫妻就没有何权益的，还让你忍一忍就罢了。可是娘没想到，你这过的是啥日子呀？我一直以为您会怪罪我。傻孩子，那都不是你的错。你应该早就告诉我实情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以为您把丈夫的清誉还有名声看得比我还要重要，原来是我错了，娘。都是娘害了你，是娘的错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娘这就启程，只不过是拉下这张老脸去求人罢了。若能让你脱离苦海，娘也值了。娘。劳岳母大人费心费力，小婿恭候岳母大人回报佳音。
既然母亲已经从京城寄信回来，事情已办成，将和离书给我吧。明日便是7月初7，娘子不愿与为夫共度佳节？什么意思？那吏部的告申3日后才能送到怀州府，待我拿到告申，进京取了官印，坐稳位置，再谈和离书不迟。你，娘子莫急，若是你思念母亲，先行回家，我不拦你。这刺绣大会明明给他搅和黄了，怎么会是如此结果？这吴莲可真是手眼通天了不成？他一介商户，刺绣大会落败，转眼便入仕京城。淑妃百官，难道是国公夫人帮他？应该另有其人。除了宁国公府，吴莲他如今……不管如何，他既然已经成为了文秀院院士，我们皇军只怕是凶多吉少了。太后的寿礼怎么样了？都已经绣好，你之前已吩咐过我，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天才能送去国公府。国公夫人一日催3次，差一点就派人住在我们皇街了。再拖他一拖。不过太后寿诞在7月底，也是快了。徐大娘子，您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个贤昭，也已经筹谋多时，若别无他法，是不是？既是贤昭，便应在绝境时再用。现在还没到时候。3日之后，娄相公便要启程回京，那我们就在3日之后升堂，重审吴莲之事了。李春风呢？他还没去清水庵。该寻的人我们都已经寻过了，这几日他一直躲在家中，说要给田小玲准备什么礼物，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我再去寻他一趟吧。大娘子，这件衣裳装在哪个箱子里？不要了，除了我当初带过来的嫁妆，这绣楼里的一针一线我都不要。奴婢知道了。等等，别再叫我大娘子了。是，奴婢记下了。不好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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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莲那个狗杂碎要去京城当官了。我们都知道刘捕头，别急，正好我要去找李春风，问一下他那边的情况。如何不急呀？他那许久未露面的夫人已经装好了行李，先走了一步。张蓉儿，她去哪儿？自然是去京城啊，不然还能去哪儿？她往哪儿走的？刚出的巷子，好像是南城门的方向。不对呀，进京是西城门，南边儿。她要回张家，好生奇怪。这丈夫要去京城做官，妻子却打包行李回娘家，怎么像是负心汉休了糟糠妻的戏码？不对，这其中肯定有蹊跷。他现在大概走到哪儿？他行李自重，行路不便，应该也就刚出南城门。要不要追？追。
刘捕头，你确定没记错吗？放心吧，怀州府的路没人比我熟，咱们这条路肯定比他的快。啊，这不来了。二位是？找你们家吴娘子说上几句话。吴大娘子，你是？我叫孟婉，不知吴大娘子可还记得这个名字？我不认得。7年前我也曾在烟雨绣楼习绣，吴大娘子当真不记得？绣楼每年进进出出几十个绣娘，我哪会记得每个人的面目？听闻吴大娘子，别叫我吴大娘子，我已经不是了。听闻张娘子礼佛多年，此处临近清水庵，庵中有位师傅精通佛法，要不一起去看看？我不去。那便多有得罪了。你们几个好好在这待着，我们一炷香的时间便回来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，哪来的土匪？吴大娘子，您坐好，多有得罪了。驾！哎，张娘子，请放心，若是山贼土匪，定不会将你拐到此处。那你到底有何意图？明白与我说了，不然我这便走。7年前我在绣楼习绣时便听闻，咱们绣楼的吴大娘子是名门之后，祖上还出过一位宰相，此言不虚吧？那又如何？所以吴莲如今能得文秀院院士一职，这卖官的途径，便是你帮他打通的吧？7年前，林如兰死在了烟雨绣楼，也正是7年前你躲入了偏院，不再过问绣楼事务。倘若我想的没错，张娘子还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良心还会感到不安吧？那晚潜入偏院的那个小贼，与你是一伙的。你用帮他买官鬻爵作为筹码，换得了今日的自由身，当真是一笔好买卖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张娘子可还记得他？法号绝明，俗名田小玲，已在这清水庵中住了7年。田小玲，想必是记起了。我不认得。你放开我！你嫁与吴莲这么些年，他可曾有过一日真心待你为妻子？你如此的包庇他、纵容他，还讨好他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吃斋念佛7年，不过就是为了换得自己内心安宁。倘若你当真要赎罪，此时才是最好的时机。好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当年我尚且年幼，被表哥一半哄骗，一半强迫地破了身子。从那日开始，我的命便被一个又一个人拿捏在手里，我都认了。若是我有罪，
那我的罪过这些年也应当还清了。如今，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，终于可以脱离这些旧事。为什么你们都不放过我？倘若如今放过你，那些死在绣楼里的女子们，谁又放过她们了呢？纵然我今日放你远去，你也不过是从绣楼的偏院躲到了张家的偏院，而你犯下的那些罪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只会伴你一生一世。倘若你自己心中真的放下了，离去便是了。你倒是想让我说什么？你心知肚明。是，绣院的前院和后院，所有账目支出，都是我录入的。但除了一个大账本，其实还有一个小账本，里面的种种账目，都和吴莲的那些赃物事有关。从给怀孕的绣娘请大夫，买堕胎药，到给闹事的绣娘卷清封口费，再到打点当地官员，包括这次文秀院买官的贿赂，我都记录在册。这一笔笔钱财，都是经过我的手流出的。那个小账本，我用一个黄布包着，就放在偏院的佛龛里。7年来，我点了无数长明灯，只愿超度那账本上的一笔笔罪孽。那账本如今你带在身上，吴莲从来都不知道这个账本的存在。你去拿吧。从始至终，这罪过都不在你。这今天呀，真是大喜的日啊！朱公子，朱公子，呀，朱公子，你也是往烟雨绣楼去啊？可不是嘛！这烟雨绣楼如此大喜之事，咱们怀州显贵怎么也得去吃吴莲一杯喜酒，给他捧捧场啊！哎，兄台，啊，这位兄台，请问这烟雨绣楼什么大喜的事啊？那吴莲又娶新媳妇了？我说小哥，你这多久没出家门了？吴先生得任京城文秀院新任院士，这不，今日正大宴宾客呢。走着。徐大娘子，你还是打算一个人去烟雨绣楼？你去太显眼了，会引起吴莲警觉。毕竟他给我递了请柬，今夜我去也是顺理成章的，还是我亲自去的好。合着我劝了你一路，你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啊？徐大娘子，你是主事人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，我们这叫群龙无首啊！今夜绣楼热闹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他也不敢对我下手。放心吧。那这样吧，你走前门，我去后门。如你久久不出的话，我便想办法营救你。好。先生，娘子与孟婉去了城外清水安命潭，那女子善于攻心，
三言两语便撬开了娘子的口。说了些什么？在正厅的佛龛内藏着一个小账本，黄布包着。娘子在账本上记录着咱们绣楼每一笔见不得人的开销。我方才回来，先去把账本取来。真是个心善的女菩萨。他们得此消息，必定来寻，将这账本放回原处。放回原处？属下这就去办。留气不装。你。好嘞。嬷嬷，放在这儿了啊。好。省钱呀，我觉得肯定没问题。你们赶紧跟我来，快！先生，人到了，动手吧。是，跟我走。把账本交出来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一条活路。吴先生，吴先生饶命，账本就在我怀里，你自己来拿就是了。主君，主君，主君！住手！你果然还是来了。你此行的目的，可是为了这账本？你已经拿到账本了，可以放我们走了。
我若是不放呢？刘相公尚在怀中，你给我递过请柬。若是今夜我们二人死在女院子里，你怕是也难辞其咎吧？你是有请帖，可他呢？小贼惯偷，穿墙入户，到我屋中珍宝，即便是乱棍打死，又能如何？至于你，我院中抓贼，你一个妇道人家硬是凑上来，若是断了条腿，瞎了只眼，不也寻常吗？你敢！给我打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走！慢着！你就算是挟持我，你也逃不出这绣楼。让他们放人！快走，别管我！你今日就算逃得了一时，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追！等等！往这边追会扰了宾客们，你们从前门追。由不得，不中。这边。肯定就在附近。你俩那边是，其他人给我搜。是。你家可有虫药？李春芳，李春芳，李春芳，你秀才。李春芳，田小玲在青水庵等你呢。田小玲，你不能让她失望的。淑芳，淑芳，文华灯，是这个吗？徐大娘子，哎，昨日给清水庵送了信，告诉田小玲，明天17交接，我要去接她。好。说我去不了了，你们能带我去吗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明天我们陪你一起上山，你挺住啊！我们一起去，一会儿门外的人走了，我就去给你找大夫啊。我跟你说，我特别想带小丽去起交接。
雪，我放了床上书，是我这7日给他准备的礼物。书放在案台上，有我给他写的信。我坚持不住了。李春芳，带我交给他们。如果小磊他不愿意下山的话，你千万别逼他。凤姐，我怎么会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发誓，我不逼他，我发誓。在这里。哎，我记得你小时候可喜欢小兔子了。可惜我没猜中，罢了，是我与这花灯无缘。
受李春风所托，这一切都是他为你准备的。小灵台见，展兴问安，见字如面。你我一别7载，如今终得重逢。我近来午夜梦回之时，心上恣意畅想：若当年7月初7，我豁出脸皮，求你与我多待一会儿，那后来的一切是否都不会发生？如今的我们又会是什么局面？想来一定是隐山居幽谷，辟荒石自足，一双儿女承膝下，两间茅屋构容身，也落得朴素一生吧。可这世上没有如果，但这次我不想再错过时机。明日午时，我会在家中等你。你若肯来，你我便拜天跪地，就此结为夫妻。若你不肯来，我当然也不会怪你，日后也不会再去叨扰你。人性却是怪异，我偷了一辈子，却从不敢承认自己是一个毛贼。你生下来便叫田小玲，如今却咬死了说自己只是绝女。我这秀才功名啊，便似你这座清水岸，我们躲在他们的下面，以为能苟且一生，到头来不过是自欺欺人。当初是我硬要拉他入伙，是我害死了他。兄弟啊，人固有一死，到了阴间，哥哥再给你赔罪。这一笔笔的账，定要替他还清，要给他留一个人间的好名声。算我一个。午时已过，还要继续等我？山路难走，再等等吧。他若真的来了，你就和他走。要不然，就一起去府衙前敲堂鼓；要不然，直接去城门口拦楼相公的马车。来了，他们家丫鬟来了。他们干啥出事了吧？大娘子，有个衙役找到家里，说楼提亲请各位最先楼一句。
如今吴莲得任文秀院院士，高升一到，他便算是京师官员。届时，即便各位再有什么证据，此案也得有大理寺右司审理。我这儿也是鞭长莫及。听闻大理寺旧案繁荣，新案不穷，常年人手不足啊。关键是，如若此案交给大理寺审理，我们这些人可就使不上什么力气了。那难道我们就让令家娘子、柳三娘、李春风全部都含冤而死吗？罗老大，你曾经说过你自己是个好官，我方大便一直信着你，但事到如今，你不能想着要逃啊！各位一时的气节，本官十分敬佩，但我坐在提刑司，要为天下万民请愿，不能只为怀州百姓请愿。这样，我这杯酒啊，就当是给诸位赔个不是。明日，本官启程返京，待来日若此案再有什么进展，若还需要我一定会再来。多谢娄相公，今日多有麻烦了。想来这餐饭，诸位也吃不下了。饮了这杯酒，相信我们很快还会再见。我一想起那令家小娘子那壮志，心里便觉得难过，字字啼血呀。可到底还是没能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。你说你这提刑司，真是没用。夫人，咱们先静静述职再说。关于此案，从长计议吧。好的。吴莲的告身已在路上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诸位已经做得够多了，接下来该我了。徐大娘子，你要想清楚，若是咱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拦楼梯刑的马城，可就再也没有回头路。那便不走回头路。这徐员外的声誉，你可考虑好了？出来之前，我已留下了休书。徐大娘子真英雄，我非常佩服。诸位，我去了。怎么了？刘相公，有人拦马车。云女天笑令，状告吴莲奸污